今天是《智能简史》这本书的第6讲，题目是系统二思维。不知道你读没读过丹尼尔·卡尼曼的名著《思考快与慢》那本书？就算没读过，你想必也听说过书中的一个关键思想，那就是我们的思考可以分为2类，一个是系统1，是直觉的快速的思考；一个是系统2，是理性的慢速的思考。系统1容易让我们犯错误，但系统2比较累。卡尼曼书中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小细节，我看知道的人可能不多，咱们专门说说。这个细节就是，当一个人在进行系统2思考的时候，他的瞳孔会放大。比如你让一个学生做数学题，题目很难，如果他只是凭着本能做，不去用力思考，瞳孔并不会扩张。只要他真的努力琢磨这个题，他的瞳孔就会立即扩大大约 50%。同时心跳每分钟增加7次，但最明显的还是瞳孔。如果他思考一段时间之后，感觉这题实在做不出来，决定放弃了，瞳孔又会缩小到原样。这个现象是如此之灵敏，以至于研究者可以精确判断这个学生在什么时候放弃思考。研究者就会问他说：“你放弃了吗？”学生很惊讶，说：“你是怎么知道的？”研究者回答说：“因为我有一个通往你心灵的窗口。”我第一次听卡尼曼讲这个现象，只是觉得很神奇。卡尼曼没有太多解释为何如此。事实上，就连大脑在解剖学上哪些部分是系统1，哪些是系统2，卡尼曼也没有细说。这可能是因为卡尼曼是个心理学家，而不是脑神经科学家，也可能是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很明确的理论，现在有了。时隔多年之后，麦克斯班尼特的《智能简史》这本书也讲到了瞳孔扩大的现象。我们前面讲了，新皮层就如同 AI 神经网络，有时候处于接收信息的状态，有时候处于生成，也就是想象的状态，而这2种状态是不能同时进行的。这里有一个关键特点，那就是当一个人处在想象的状态，正在头脑里模拟一个世界的时候，他的瞳孔是扩大的，因为那时的大脑专注于内部想象，不再处理视觉数据输入，他变成了一个假盲人。把2本书联系在一起，是读书人的一大乐趣。既然都涉及到瞳孔放大，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新皮层的想象的状态就是卡尼曼所说的系统2思考呢？没错，正是如此。这一讲我们会把哺乳动物的想象力、卡尼曼的系统2思维和 AI 的基于模型的强化学习这3个东西统一起来。你了解和思考了多年的几件事，原来是一回事，这难道不是很神奇吗？前面我们讲了，哺乳动物的一个新能力是面临2难选择的时候，能犹豫一下，把不同的局面模拟一番，再做出选择。现在的问题是，大脑是怎么决定要暂停自动化，要犹豫一下的呢？是谁下的命令呢？文稿里有一张大脑的解剖图，你会看到所有哺乳动物的大脑新皮层都可以分成前后2部分，后半部分叫感觉新皮层，它用来对接外部的触觉、视觉、听觉、嗅觉等等，既处理这些信号，也模拟这些信号，负责想象。前半部分叫做额叶新皮层，或者对人来说可以简单的就叫额叶皮层，就是它负责决定要不要停下来进行想象。更准确的说，是额叶皮层中的无颗粒状前额叶皮层这个区域负责决定要不要进行想象。额叶皮层可以分成3部分，运动皮层、颗粒状前额叶皮层和无颗粒状前额叶皮层。咱们单说这个无颗粒状前额叶皮层，这是我们人脑和最早的哺乳动物共有的区域。我们专栏以前讲的所有的做决定和实施注意力的脑区，说的全都是这个区域。我们接下来简称它为前额叶皮层。那么前额叶皮层为啥能决定要不要开启系统2思维，也就是暂停直觉行动，去做一番模拟计算呢？其实它的工作原理跟感觉皮层是一样的。正如感觉皮层接收感觉信号，前额叶皮层接收的信号则是来自大脑内部的海马体、下丘脑和杏仁核。特别是它一直在关注基底神经节。我们前面讲强化学习的时候说了，强化学习的结果体现在基底神经节上。你可以认为基底神经节负责直觉运算，负责做出近乎本能的快速反应。简单说，基底神经节负责系统1思考。前额叶皮层一直在观察基底神经节，它就像视觉皮层对视觉信号建立模型那样，
对基底神经节也建立了一个模型，然后他要根据这个模型做出预测。他预测的是动物自己的行动意图。比如说，一只老鼠的前额叶皮层看到基底神经节指挥身体前往有水的方向，它就会想，我之所以往这边走是为了去喝水。它会预测下一步的行动是喝水，这是一种建模。正是因为前额叶皮层的建模，我们才有了意图这个东西。换句话说，意图是大脑想象出来的东西。老鼠本能的前往有水的地方，就如同扫地机器人本能的前往充电插座，这个行为原本只是强化训练的结果，根本谈不上什么意图和目的，那纯粹是哺乳动物的前额叶皮层没事儿找事儿，非得对这种原始冲动做出建模，提供解释，才发明了意图。有了意图，才可能有自我意识。这就是为什么现阶段的 AI 没有意识，因为它们只是自动反应，它们还没有前额叶皮层。上世纪80年代，脑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接治了一位女中风病人，代号 L。L 中风的脑区正好是前额叶皮层，这使得他完全失去了意图感。他的身体各方面都没问题，能正常运动，也能理解别人说的话，但是他懒得跟人说话，什么都不想做，失去了所有的主动性。6个月后 ，L 在新皮层的其他区域重新映射了一个形成意图的区域，他的主动性才恢复了。这个案例生动地证明了前额叶皮层对意图的重要性，这大概也是达马西奥后来形成自己的意识理论的关键启发。我们专栏讲过他的理论，前额叶皮层和感觉皮层都属于新皮层，它们的功能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模拟感官、建立模型和做出预测。只不过前额叶皮层模拟的是大脑自身的直觉，我们的大多数行为都只是出于本能，害怕的时候会逃跑，渴了想喝水，都是系统一思维，基底神经节就能协调得很好了，前额叶皮层只是默默旁观而已。如果老鼠的前额叶皮层预测的意图正在被实现，它就不会去干涉。只有当前额叶皮层的预测产生矛盾的时候，它才会兴奋起来，出手去干预。比如老鼠走到了一个岔路口，前额叶皮层的一部分就会预测，它当前的意图是想喝水，这意味着老鼠应该往左转。可是另一部分却预测，它此刻不是想喝水，而是想吃东西，应该往右转，这就是矛盾时刻。这时候前额叶皮层就会以某种机制向基底神经节发出信号，要求暂停行动。它安排感觉皮层对两条路分别模拟一番，看看会发生什么。这就像我们上一讲说的 AlphaZero 下围棋的时候，基于模型的强化学习。等模拟结果出来之后，前额叶皮层会把结果展示给基底神经节，促使它采纳某一个选项，比如说向右转。丹尼尔·卡尼曼说的系统一，也就是快思考，其实就是强化学习带来的本能反应，由基底神经节自动选择。而卡尼曼所说的系统二，慢思考，其实就是前额叶皮层感觉到了冲突，先暂停自动反应，发起模拟，再做选择，也就是基于模型的强化学习。爬行动物全都是系统一思维，我们日常大部分时候也都是系统一思维，这很好，这使得我们做像开车、走路、吃饭、喝水这些日常动作都不需要思考，我们很轻松。只有在矛盾时刻，我们才需要调用昂贵的新皮层算力去进行模拟。前额叶皮层和基底神经节之间的配合可以解释很多现象。做陌生的事情，我们总要小心翼翼地想想怎么做，就必须调用系统二，而一旦熟练了，新皮层就可以放手了，全交给基底神经节。在一个实验中，先训练老鼠一摇杠杆就会得到食物，后来实验人员在食物里加入了让老鼠感到恶心的药物。那你说老鼠还会不会去摇那个杠杆呢？答案是，那些之前训练次数比较少，以至于还没有形成习惯的老鼠会减少摇杠杆的次数，因为这个动作对他们已经没意义了。可是那些训练超过500次，形成了自动习惯的老鼠，哪怕明知得到的食物自己不喜欢，也仍然会去摇杠杆。这是因为他们的前额叶皮层没有机会介入，基底神经节就完全接管了对杠杆的行动。你想想看，人不也是这样的吗？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把手机拿出来看，哪怕多数情况下看手机并没有什么效用，那不是我们深思熟虑的选择，那只是基底神经节的自动动作。再者，我们所有的意图、目标、人生的意义，都是前额叶皮层想象出来的。
而正是这些想象出来的东西，能强硬地指导我们的行动。如果你没有目标，你就不会保持注意力；如果你不是主动记得要做什么事，你就不会保持工作记忆；如果你认为人生毫无意义，你就不会自我控制。这些都是前额叶皮层对基底神经节不断说服的结果。有意思的是，并不是说前额叶皮层有比基底神经节更高的命令权，其实它所做的只是把想象出来的各种可能性展示给基底神经节看，让基底神经节相信为什么这个选项是对的。前额叶皮层只是本分地行使新皮层的职能而已，只不过它负责想象的是大事。额叶皮层的另一个区域，运动皮层，则专门负责想象小事，是那种特别小的事，比如说此时前爪应该放在哪里这种小事。通常的中风都爱发生在运动皮层，或者因为血栓让血流流不进去，或者是因为脑出血导致血流中断，反正中风就是某个脑区缺血失去功能。一旦运动皮层中风，人的四肢就会不受控制，严重情况下可能会瘫痪。所以运动皮层的作用是控制身体的运动，这个说法对吗？原本不是如此。现实是，运动皮层中风导致瘫痪这个现象只发生在灵长类动物身上。猫狗这些小动物，即便运动皮层受损也不会瘫痪，它们还能走路、觅食。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运动皮层的作用其实跟其他新皮层一样，也是模拟和预测。它模拟和预测的是身体的运动。前额叶皮层去规划宏观的路线，运动皮层去规划四肢的具体动作，它们都跟基底神经节相连。文稿里有张图，图中越往左边越是负责更宏观的目标，越往右边越是负责具体的行动。这张图给机器人研究提供了一个启发，这个启发就是我们需要把要做的事情分解成大目标、小目标和具体的行动，各自有负责想象和规划的模块，也有负责执行的模块。对哺乳动物来说，正是新皮层和基底神经节的优雅分工，使得大脑能够在不同层次上完成任务。OpenAI 迟迟没有发布 GPT-5， 但我们听到一些传闻，说 GPT-5 将会拥有系统2思维。经过这一讲，我们大概能猜测，那意味着以下几件事。第一，你需要对一个问题建立多个智能体，让每个智能体各自生成答案。第二，你需要一个前额叶皮层之类的机制，对各个答案进行评估，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再输出。第三，这两步加起来就是系统2思维。最后，为了节省算力，你需要随时判断什么时候一次直觉输出就够了，什么时候还需要调用系统2。而现今的大语言模型基本上只是系统1思维，纯直觉输出。但我们可以想见，跨越到系统2，在技术上一点都不难，难的只是算力而已。毕竟一切都是新皮层。我们用了3讲才说清楚新皮层的作用，但是人类的智能比这个还要厉害。相对于老鼠，我们的大脑还有2次突破。